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发展，如果说想要选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来，那必定是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美国了。作为被公认的世界超级大国，愿意为其效力的小弟也有不少。看到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，这些小弟自然也坐不住，跟着美国一起针对中国。其中澳大利亚就算一个。但是可笑的是，跟着美国一直针对中国的澳大利亚，现在却扬言是一直在帮助中国，这是哪来的勇气敢说出这样的话呢？据相关媒体报道消息称，近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澳大利亚近几年来一直在帮助中国摆脱贫困。需要记住的是，澳大利亚在与中国进行多项贸易时保持的正确贸易关系，帮助了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人民脱离了贫困。但是特汉这样的说法很快就被澳媒打了脸。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随即报道了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指出，如今的澳大利亚已经对中国产生了依赖性，澳大利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了，尤其是在经贸方面，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，澳大利亚的贸易严重缺乏多样性，在铁矿石的出口方面，对中国的依赖性日益增加。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，澳大利亚一直想为美国当马前卒，所以对中国也发起了很多贸易制裁，因此中澳贸易也发生了很多变故。但是最近，澳大利亚似乎已经发现了自己其实是被美国卖了，却还在当面给他们数钱。因为从2021年上半年的贸易额中可以看出，自澳大利亚商品退出了中国市场之后，美国很快就占据了澳大利亚退出那一部分市场残缺。澳方看到此状，现在又想靠近中国恢复贸易，但又下不来台，所以就开始所谓的帮助中国言论。对此，我国相关观察人士也做出了点评，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就是不怀好心，之前跟着美国针对中国，却发现成了炮灰，现在又跑过来想和中国合作，才在自己脸上疯狂贴金，这种行为真是可笑至极。澳部长妄言说帮助中国百万人民脱离了贫困，其实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，可能是自己的国家百万民众才会陷入贫穷。总而言之，希望澳大利亚不要再故意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了。中国能够脱贫是靠14亿人民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而且中国向来都是宽宏大量，可以不计前嫌。如果想跟中国共同发展，是从来不会拒绝。但是胆敢玩心思针对中国的话，中国14亿人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据《环球时报》援引美媒休斯敦纪事报的消息称，自从2020年的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关闭后，下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就一直在外界的猜测下，但拜登从未提出过重新开放该领馆的事宜，为此导致中美双方当前实际上都没有驻对方国家的大使，这对两国关系而言并非一件好事，所以拜登有必要重新开放休斯敦总领馆，而中国也应该先美国一步重开为报复而关闭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。从美媒的这篇报道中不难看出，虽然前面说了一堆大道理，但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迫使中国服软。继美高官访华无果后，现在又想重启驻成都总领事馆，不得不说美国人想得太美了。中国既然能拒绝美国的副国情访华，那也能拒绝重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。而且在美国单方面决定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关闭后，时任驻美大使的崔天凯早已把话挑明，如果美方在这方面显示出自己的诚意和善意，那中国必将接受。长期以来中国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只是对等反制，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然而美媒当下的报道已经说明了美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或者说刻意在忽视这一点。美国媒体现在摆出这样的姿态，无非是想对中国施加压力，用大棒来使中国屈服。但当下中国的外交态度就像杨洁篪说的那样，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高谈阔论，中国人不吃这套。美国现在希望恢复在成都的总领事馆的权限，那就必须向中国道歉，并对中国所受到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。当今中国绝不会让美国如此的横行霸道，美国现在妄图用中国来转移内部矛盾的想法早已落伍。现在的拜登政府把打中国牌当作万金油，在任何问题上都能牵扯到中国，但希望美国的精英们能意识到，再怎么打中国牌，对于当下的美国来说也已无济于事。中国不会因为美媒的几句叫嚣而停止前进，而美国的衰落却越来越明显。美国必须承认，美国的霸权在中国面前已经不够看了。据英媒报道，英国计划在日本港口永久部署2艘军舰。伊丽莎白女王号将于今年9月抵达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，消息并没有明确是哪2艘留在日本。日本想成为正常国家的可能更加渺茫，美国能成为世界警察的原因是在世界150多个国家有驻军300多个军事基地，而日本的驻军最多有5万多人。美国在日本驻军是由于2战战败，
日本不希望美国驻军，但却没有任何办法。谁让他把周边的邻国得罪了个遍？英国是继澳大利亚后第3个在日本驻军的国家，驻军是为了保卫日本？当然不是，驻军很明显是美国的意思，但英国和日本能同意也不让人意外。英国一直有重振日不落帝国的雄心，美国给了英国一次长脸的机会，英国必然会心怀感激地奔赴日本。虽然驻军比较烧钱，日本方面日本军队的发展一直也比较迅猛，但是在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，日本害怕中国复仇，所以宁可付出一些保护费，也会让美军继续驻军。而澳大利亚和英国驻军完全是美国对日本做了工作，日本哪敢不同意？日本的尊严何在？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感觉形单影只，有担心被他国导弹攻击的风险，所以多拉拢一些国家进来，其实是为了缓解自身的压力。两艘军舰在日本不能掀起太大的浪花，重要的是英国对待中国的态度。英国如果不转变对中国的认知，那么英国复兴之路可能会在半路夭折。伊丽莎白女王号全球寻访只是伊丽莎白2世的余晖，伊丽莎白2世之后，英联邦存在的可能性将几乎为零。那时的英国只能附庸于美国获得影响力，或成为美国老虎身边的小狐狸。美国在英国也有驻军，继续下去，英国会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属国？只是比日本高一个等级。日本民众对英国驻军道出了不满的心声，声称不要像美国一样常驻日本。另外，有位马来西亚网友表示，让英舰远离马来西亚。对英国在日本驻军，中国不反对也不欢迎，但是必须提高警惕，时刻关注他们对待中国的动态。如果是搞联谊、搞派对，增进双方友谊，那我们会漠然视之；如果有对中国任何的企图，那么日本整个国家也能给击沉没了。据美媒路透社的报道，日前英国与日本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称，此次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抵达日本后，将在9月停靠在横须贺的日本舰队司令部和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航母所在地，其他船只则是分散在日本的许多港口。而在其中的一地区，英国海军还将长期部署2艘军舰。仅仅是永久部署一词，相信大家就可以理解该事件的严重程度。虽然该决定中并未提及任何针对中国的言论，但毫无疑问的是，英国此举就是为了附和美国的恶华战略，企图打压中国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。不出所料的话，未来一旦这2艘战舰永久部署印太，那到时候必将跟随美日一道军演，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周边将遭受更多的敌对势力的干预。不过，对于这次英国军舰的部署，中国还无任何的官方表态的时候，外界就纷纷发出了指责。就连日本国内的民众都表达了强烈的愤怒，直呼英国政府不要像美国人一样留在日本。不过，对于民众的呼声，这2个自诩民主的国家都没有任何的表示。对于此次英舰将在日本永久部署的行为，中国著名的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，英国和日本这是在下血本。英国海军本身就没几艘战舰，这样一部署，说不定本土的海权都无法维护了。而日本则更狠，直接从跳板变身阵地，站在了恶华的第一线，一旦发生战事，那日本必将遭受第1轮打击。所以说，英舰的临时到访变永久部署这事儿，比航母来南海挑衅中国还大。能让日本自愿从跳板成为前线阵地，那日英之间一定是达成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协议。该说不说，英国人这次的决定完全是错误的。他们现在妄图遏制的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工业国家，一个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民的国家，一个已经不再是150年前受人欺凌的东亚病夫。有句古话讲得好，叫料敌从宽。那既然现在英国人已经亮明态度了，那中国一定要做好万全之策，一定要以最饱和的火力给这些海盗们的后裔给予最充分的火力打击。